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自恋。哎，刚刚那2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？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啊，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啊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；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你怎么可以让4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4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钧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4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他，他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军。真是亲兄妹，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什么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搜到啊？是，他们将整个车厢都仔细搜查了一遍，除了一些衣服和一些细软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。督军，您看他会不会真的是去北京找谭桑榆的呀？盯梢的探子说，谭玄林本来是要送他妹妹回江城的，谁知他妹妹在火车站甩了谭玄林的人，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让你的人到北京以后继续盯着，随时报告谭玄林的动向。是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看见报纸就赶紧跑来了，怕你有一个人去喝酒，摔倒了都没有人扶。哎，疼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天受了点小伤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天谢谢你。那你准备怎么答谢我？要不咱俩去吃顿饭，伤也能好得快一些。又胡说。那你答谢我总该有点诚意吧？不能光嘴上说说吧？啊？好吧，没问题。晚上我请你吃西餐。谭玄灵这事儿办得真不地道。我要是他，有你这么个大美人爱我肯定不舍得让你有一丝丝的伤心。不怪他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和他说过我喜欢他。你没告诉他？有些事不必非得说出口。我10岁那年就跟他了，在战场上同吃同住。他要是对我存了半点心思，我早就是他的人了。我真羡慕他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，他对我没那个意思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和看穆小姐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看我看你的眼神，是不是和谭玄灵看穆小姐的眼神一样呢？他的眼睛我从来都看不透，但是你的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看穿什么？自诩风流，实则纨绔。你误会我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见过哪个纨绔子弟戴的是这种土作坊打的银坠子？这是我娘的衣物。我娘戏子出身，是我爹收的偏房。打小起，我就和我娘住在督军府后面的院子里。只要我去前院，